朝鲜试射了酷似战斧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又一次搅动美日韩之间的三角感情？各位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朝鲜的朝中社13号发布消息称，朝鲜国防科学院在11号和12号2天成功试射了远程巡航导弹。这种远程巡航导弹呢，是5年计划的重点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武器。过去2年来，开发工作依据科学而可靠的武器系统开发工序，得到了稳步推进，成功进行了细节部分的实验，数十次发动机地上点火实验，各种不同的试飞、制导实验、战斗部威力实验。而这次试射过程中呢，巡航导弹在朝鲜的领土和领海上面，按照预定的椭圆和8字形轨迹，共飞行了7580秒，准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界限的目标。前2天我们还说到，台湾花了20多年就搞这个雄风2E巡航导弹，朝鲜这边宣布2年就搞完了，这个差距可是相当明显啊。考虑到朝鲜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的防空导弹弹道导弹都是快速完成研制的，而且都带有明显的俄罗斯技术特征，估计仍然是有了不少来自俄罗斯的技术支援。从朝鲜公布的照片来看，这种巡航导弹跟俄罗斯的 KH-55几乎没有什么外观的区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朝鲜发展速度会那么快。不论什么技术来源吧，根据公布的信息，这种巡航导弹的性能应该达到了美国战斧导弹的早期水平。如果再考虑到朝鲜宣布这个导弹呢采用了具有末制导能力的复合制导体制，那么打击精度可能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有可能具有打击运动目标的能力，这就比早期战斧打击目标的范围更广泛。朝鲜呢有了这种巡航导弹以后，对美国来讲可能又是个头疼的事情，尤其是美日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些小混乱。想当初啊，朝鲜第一次宣布自己有了核武器的时候，美国就发现日本感到了非常惊恐，而韩国人呢还在庆祝本民族从此有了原子弹了。加上朝鲜还公开宣布绝对不会对韩国使用核武器，这个核武器发展出来呢就是针对美日，所以最难受的其实还是日本。这回巡航导弹的射程是1500公里，要对付韩国，其实这个射程也毫无必要。所以呢，日本也很容易想到，主要的目标一定是往日本和美国在日本的那些基地上招呼。加上巡航导弹价格相对低，数量可以很大，美国一直有把巡航导弹的扩散当成比弹道导弹还严重的威胁。你说日本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心里会不会着急？而日本自己的困境在于，美国根本不允许日本自己去发展任何的远程的进攻性武器，造战斗机都不允许仿制 F-15，只能够参考 F-16。韩国呢，因为独岛等问题，虽然跟美日算是同盟吧，但是军事发展反而是把日本当成了最大假想敌。如果说日本现在申请经过美国同意发展了远程武器，可以打到朝鲜，比如说弹道导弹或者巡航导弹，那么韩国绝对会跳出来反对，并且自己也要搞出一套来跟日本进行对抗。而美国根本不想看到自己的队伍里边日韩出现严重对立，那么美国就必须压住日韩两头的火气，不能允许日本发展这样的远程火力。不然的话呢，美国日韩这小三角关系肯定内部是一定要乱。所以面对朝鲜导弹，美国允许之下，日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去搞防空体系，组织拦截，然后呢要求美国替他们去威胁朝鲜。同时，日本还要拿出更多的诚意去好好伺候美国，让美国呢要出工要出力。而美国也知道，面对朝鲜已经不能硬来，因为朝鲜真有核武器，而且朝鲜背后还有俄罗斯虎视眈眈。那么能够帮着美国协调一下相关关系的只有一家，就是中国。所以历来美国一直是说服中国，想让中国帮忙管一管劝一劝。当然了，中国要是不开心，也就一直懒得劝。所以呢，一枚巡航导弹也许算不上多先进，但是它具有的潜在威胁就能够在东北亚这个特殊而且微妙的环境里边变成一个撬动各方关系的有趣的杠杆。好，关于朝鲜试射的这个巡航导弹会在东北亚格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